陈山，马上带你的人出车！跨年发布会还有15分钟，设备堵在桥头，你不是有路吗？现在就走！周站长，我们这些被你开除的低端工人，干不了这种高端活。我可以恢复你们账号，每人补1000。你5000万对赌，就值1000？周启明，到现在你还觉得钱能买回人心？周启明，设备再不到场，5000万违约金一分不少。现在能救你的只有陈山。陈山，算我求你，这不是求，把欠我们的账一笔一笔说清楚。那天是你违规改线，我不改线，800万设备和车上的人都得翻进水里。你不是信系统吗？那敢不敢回头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陈山 ，AI 调度指令，走港区3号门主路，预计18分钟到达市医院新楼，倒计时已启动。又是这样，前面大雨塌方你看不到啊！系统规定，超时的话后果自负。山哥，系统让走3号门，赶紧的吧。3号门不能走。啥？今晚这雨量，3号门涵洞早淹了，水底下还有去年拆剩的废钢轨没清，几十吨的车压上去，必翻。可系统显示畅通啊！系统看不见水底下的东西，我看得见。山哥，改线要罚的。罚钱是小事，这箱子里是800万的心脏照影机，明天几十台手术等着用。设备坏了，手术台上的人就没命。系统告诉你最近的路，我告诉你哪条路能活着过去。走。山哥，前面有车，稳住吊臂，不能让箱子撞地。箱子怎么样？箱子没事，山哥你别动，你肋骨可能断了。先别管我，看设备。没磕吧？有没有磕？一点没磕，准时了，只超了2分钟。超的是系统的时间，救的是人的命。陈师傅，你这伤……调个设备都能超时2分钟，陈山，你这双手是长着喘气的，看到没有？数据不会骗人，你私自脱离系统路径，影响全站准时率。3号门水淹到驾驶室，水底下还有去年拆剩的废钢轨。我要是走那条路，车翻了，800万设备报废，明天几十台心脏手术全停。我不管水有多深，我只看数据。数据说你超时，你就得认罚。你让系统自己开过去试试。智慧港口靠的是 AI 闭环，不是你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经验。你的经验值几个钱？系统1秒钟算1万条路线，他算得出路线，算不出水底那根断钢轨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吊装零件。零件不服从指令，那就换掉。罚款5000，开除，账号永久封闭。你那10万保证金抵扣站点名誉损伤。10万，是我给女儿攒的学费，3年一分一分攒的。那是你违规的代价。签字，滚！这破帽子，老子早就不想戴了。陈山，你疯了！周启明，人被逼急了，吊车也能把天捅个窟窿。陈山，你完了！这个港口以后没有你一口饭吃，我让你在整个行业里连螺丝都摸不着。你错了，这个港口真正能干活的人，不在你电脑里。山哥，我听说了，他真扣你10万。山哥断3根肋骨保住设备，他还罚。这狗东西，咱们找他说理去。别去，闹起来他正好报警，把柄全递他手里。那就这么算了，10万块啊，山哥。先不急，账我记着。别动！3根肋骨骨裂，左肩肌肉撕裂，再晚来1个小时，肋骨扎进肺里，你今晚就交代了。能不能快点缠上？我还有事儿。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？1个月不能上吊车，不能搬重物，不能用力呼吸，你这是在拿命干活。怎么了？10万块，我女儿的学费，攒了3年，一分一分攒的，命都快没了，还惦记钱？你不在底层，你不懂，底层人的命哪一口不是钱撑着的？没这10万，
我女儿下学期学费没着落。都别他妈干了！山哥断3根肋骨，保住800万设备，他罚5000，还黑10万保证金。周启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山哥调过的货比你看过的报表都多，你有什么资格罚他？你们想造反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？你报，让警察来看看你怎么黑工人血汗钱的。脱了港站工服，你们连活都接不到，一群废物，离了平台你们什么都不是。港口的门道不在你的电脑里，在我们手上。山哥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。山哥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。这些人都是你工友？山哥，20几个人，工牌全摔了，账号不要了，20几家人的饭碗我们都砸了。一句话，刀山火海，兄弟们跟！好，既然他不给活路，暴风雨前死水微澜般的恐怖自己闯一进。去哪儿？你现在不能动，有20几个兄弟在等我。老鬼，退后！山哥，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！退后，别脏了手。陈山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看你带的这帮人，就这素质，也配在我港站干活？东西别砸了，摘干净就行，别给他递把柄。回头他拿你们闹事的视频去告，咱们反倒被动。走了就别想回来。这个行业里，我一句话，你们连螺丝都摸不着。系统能派单，不能替人落钩。你把我们都赶走，明天那些高危急调单，你让 AI 自己去挂冈山。山哥，你说干什么？走，今晚港边大排档，我请兄弟们吃饭。没了我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看什么？房贷催款，下个月15号之前不还，银行打电话到家里去。我老婆刚问我，说群里消息炸了，问我是不是被开除了，我没敢回。山哥，咱们有手艺，可没平台派单，以后活从哪儿来？没单子，兄弟们家里房贷咋办？孩子学费咋办？不是不想跟你干，是得吃饭。你们怕什么？怕饿死。你们想想，这几年港口出过多少急活、险活、烂活？台风天掉设备，老城区进精密仪器，半夜抢修海工管线，这些活 AI 能算出来吗？算不出来。每回出事，最后都是我们这些人拿命填。周启明的系统只会派普通单，遇上真正的硬骨头，他那帮新人连钢剌都挂不正。你的意思是，普通吊装让 AI 算，让那帮新手去干，我们不跟他们抢食，我们只接一种活，别人不敢接，接不了，接了会出事的。极难险单？对，精密设备进场，极端天气抢运，老城区特殊通道吊装，这些活报价高，要求硬，全港能干的人坐在这张桌上。可第一单从哪儿来？没人知道我们啊。不用找，等周启明的系统崩一次，活自然会来找我们。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台风季还没过，他赶走了所有能干的人，下一次出事，他手底下没有一个人兜得住。从今晚起，不叫散工，不叫野队，我们有自己的名字，雷霆重装队。周启明觉得我们是耗材，那我们就让他看看，港口真正的筋骨在谁手里。山哥，你一句话，兄弟们跟到底。人事部吗？我要调人。对，马上，新人、实习生都行，有多少给我多少。调新人，我就不信离了陈山，港口还不转。山哥，从早上6点蹲到现在，一个电话都没有。急什么？兄弟们家里都有嘴要喂，再没活真撑不住了。山哥，周启明在港站大群里发消息了，说我们是脱离系统的野队，让所有客户不要跟我们合作，否则取消港区准入资格。山哥，我不是怕他，我就是想问一句，咱到底等什么？等周启明出错。他手底下调了一批新人，万一撑住了呢？撑不住。你们看那条路，昨晚的水还没排完，今天下午涨潮加晚高峰，低洼段会2次积水。周启明那帮新人连港区哪段路会淹都不知道 ，AI 更不会告诉他们。那万一今天没急活呢？港口这地方，不出事是运气，出事是迟早。我们等得起，他等不起。山哥，我老婆问我今天挣了多少，我说还在等。她说等什么等？回家送外卖去。山哥，我信你，可兄弟们……我是海工集团的王建国，谁是雷霆重装的负责人？我是。
什么活？一台深海泵，8吨半，20分钟内必须掉进南山传豆3号保卫。今晚试验线要跑数据，11分钟整条线停摆。周启明的人呢？他派了3台智能吊车，全废在港区主路上了，积水淹到底盘，系统还他妈显示前方畅通。我现在不管找谁，谁能送到我给10万。王总，南山传豆不能走主路，那走哪儿？老煤厂轨道线，从后门进。那条路地图上没有。地图上没有不代表路不存在。10万，加一个条件。你说，以后海工集团所有急调单，优先给雷霆重装。你先把这事儿完成。到哪儿了？系统显示你们10分钟前就该到了。周站长，前面塌方，吊车根本过不去，泥石堆了半米高，底盘都泡水里了。系统显示前方畅通，你是不是偷懒找借口？我不看监控，我看数据，数据说能过，你就给我过。这怎么过？硬冲吊车就废了，废了你赔，给我想办法，10分钟之内必须到。怎么说？他说系统没错，让我们硬过。他脑子有病吧？这路连人都走不过去。老鬼大飞，去海工集团后门提货，深海泵8吨半，南山船务3号多位。提货出来不要左转，左转是港区主路，现在已经堵死了。周启明3辆车全废在那儿。那往哪儿走？右转进老煤厂，走3号轨道线。老煤厂3号轨道，那条路20年没人走了吧？里头全是废铁轨和碎石，导航上连影子都没有。我走过就够了。大飞，3号轨道中段有个急弯，弯道外侧地基塌过，靠里走，贴着内线过。吊臂提前收到最低位，别刮顶上的废管架。收到。到了老机修厂后门会有一道铁门，锁着的。锁了怎么办？喊秦大爷，就说陈山的人到了。秦大爷还在那儿看门呢。他这辈子没挪过地方，我前年帮他吊过屋顶水塔，他认我。老鬼，全程对讲机联络。进了煤厂没有信号，手机没用，听我指挥。记住，20分钟，货要到，人也要到。明白。王总，设备马上到，系统计算。一群废物！秦大爷，秦大爷在吗？陈山的人，陈山让我们来的。陈山的人？对，陈山让我们从这儿过，去南山船务。进，别压坏我门口那块老石板。山哥，秦老爷开门了，前方直走过钢棚右拐，顶上有废管架。吊臂压到最低位，别碰管线。大飞，你跟紧，先9公里，别超，低臂通过。 20年了，还是陈山的人敢走这条路。老鬼，泊位几号吊点？3号泊位，左舷吊点，地锚2组。风从东南过来，吊臂朝西北展开，钢缆挂双锁，8吨半的泵不能单锁起，落钩速度压到最慢，泵体底座先端再落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风来了。 停3秒，等他过去再落。落。对位完成，无损。18分钟，你们是飞过来的。我们山哥的脑子就是全港最好的导航。你们走的哪条路？主路全趴了。老煤厂3号轨道，穿机修厂后门出来。那条路地图上都没有。地图上没有的路。 我们山哥脑子里全有。老周嘛，不用了，设备到了，18分钟，一点没磕。王总，这只是突发情况，我的系统计算。突发状况才看真本事。你那3辆车现在还堵着吧？路况异常，不是系统的问题。从今天起，海工集团所有高危急调单只认陈山，你那边的合作到此为止。 我说完了，周站长。凭什么呀？那是，一单深海泵顶以前半年窝囊气。山哥，半个月挣的比以前2个月都多，
照这么干，兄弟们房贷都不愁了。别飘，钱是小事儿，招牌才是命。越是贵货，越不能出一丁点差错，出一次事故，实单白干。山哥放心，兄弟们心里有数。有数就好。咱们现在能接到活，是因为周启明把客户逼到我们这儿来的。哪天我们自己砸了招牌，连退路都没有。王总，陈山，跟你说个事儿，昨天南港医院东海展览馆都来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我给了，你准备接电话吧。什么活儿？医院有台核制设备要进新楼，展馆有批精密展台，月底前要吊装到位。他们以前都是找周启明，现在不敢了。明白。活儿来了，告诉兄弟们，我们卖的不是力气，是稳。谁要是觉得钱好挣，开始糊弄，自己走人。进来。昨天南港那单怎么回事？设备外壳磕了一道口子，客户要赔8万。拐弯的时候风大，吊臂晃了。风大？陈山那帮人台风天都能送到，你刮阵风就磕了。陈山能做的你们也能做，按 AI 路线走，把时间卡死。别学那些泥腿子搞什么人情路线、老师傅经验，那套东西过时了。可有些地方导航确实不准，不准是你不会用。系统是几千万开发出来的，比你那脑子值钱。城南老厂区科研楼实验室低温箱300万，今天必须送到。老厂区哪栋楼？导航上有地址，跟着走就行。站长，我到了，但是找不到科研楼。导航说到了，可楼呢？这里全是红砖房，长得一模一样，门牌都是烂的。地址给你了，导航给你了，还找不到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这地方根本没有标识，我问了2个路人都说不知道。300万的设备，你给我耽误了试试，就自己想办法。找多久了？快40分钟了。导航说到了，但科研楼在哪儿我根本找不着。这片楼长得一模一样，门牌全是烂的。你走的哪条？3条都是了，2条死胡同，1条到了个锁死的铁门。那个铁门就是锁死的，进不去。你进不去。李叔，忙着呢。哪个？陈山的人，有台低温箱要进科研楼，300万的设备，走正门进不去。陈山啊，去年我老伴住院，他帮我扛了2趟氧气瓶上6楼，我记着呢。直走，上货梯到3楼，出来左拐就是科研楼后门，别压坏地板，那是老底子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这儿有门？这地方有3道门，导航只认最外面那道，第2道要绕到北边厂房，钥匙在物业。第3道就是这个，钥匙在李叔手里。你们跟保安都认识？平时帮人抬袋米、扛罐煤气、带盒药，不起眼的事儿，但关键时候，这些人情就是路。左边收2厘分，别蹭墙。无损，温控正常。以后这种老楼精密设备别找周启明了。你们老板叫陈山是吧？把电话给我。记住，急活找山海，别问系统。周启明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东华制造、海工集团、南港医院、东海展览馆，1个月跑了4个大客户，你这个站长是怎么当的？大区，这是短期变动。陈山那帮人搞低价恶性竞争，少跟我扯。王总当着我面说，不是价格问题，是你的人连楼都找不到。300万的设备，在厂区转了40分钟，全行业都在看笑话。你知不知道？我把话撂这儿，下个季度高端客户再往外跑，你这个站长就别干了。站长，你把单均时长压到13分钟了。对，从今天起，超时罚款翻倍，连续3次超时，末位淘汰。站长，吊装不是送文件，18分钟已经是卡着安全线走了，再压5分钟，出事怎么办？出事是操作不规范，关系统什么事？有些路段要绕行，有些设备要2次校准，这都是现场情况。我不听现场情况。陈山那帮泥腿子18分钟能送到，我的系统13分钟凭什么送不到？他们是凭经验判断走哪条路，不是靠压时间。经验值几个钱？我花几千万开发的 AI 系统，还不如他们那套土办法。听好了，平台需要的是稳定产能，
不是有情绪的人。从今天起，谁超时谁掏钱，谁垫底谁走人。站长，你这是拿人命填报表。我要的是结果，不是借口。6分钟，以前这种单给15分钟都嫌紧。我已经超时2次了，再超1次这个月白干。新人第1个月就连扣4次，等着被末位淘汰吧。我不能再被扣了，我妈还等我寄钱。请立即起调，否则判定超时。完了，完了！小孙，你别动，手还在流血。赔不起，我赔不起这批货。手抬起来！我说手抬起来！山哥，别管我，这批货我赔不起。周站长说损坏按原价扣，你手废了谁赔你？零件没了能买，手没了能买。不拼不行啊！他说超时扣8000，我已经被扣2次了，再扣1次这个月1分钱没有。他说我们新人慢就是劣质产能，该淘汰。风速都进红区了，系统还让你起调。系统说再不起调就判超时。操！谁让他干的？这风能起调？系统催的，倒计时6分钟，他怕再被扣钱。6分钟！以前这种单给15分钟都嫌紧，他周启明把时间压到6分钟，这不是管理，这他妈是批人送死！别捡了，命没了，扣不扣还有什么用？可那批货是死的，你是活的。他拿你们的命填报表，你还替他心疼货？你不是劣质产能，你是人。小孙，南港3期的钢梁到了没有？说话！周站长，出事了，钢梁砸了货箱，我也受伤了。我问你货到了没有？谁问你伤没伤？货箱损坏按原价赔，钢梁延误客户追责，全算你头上。你这个月的工资不够赔，从保证金里扣。站长，风速已经进红区了，系统还在催我起调。系统催你是给你机会，你自己操作不规范，怪系统。周启明，你把时间压到6分钟，风速报警都不让停，出了事全赖工人。谁在说话？老鬼，你不是跟陈山跑了吗？少管我站里的事儿。周启明，我问你，小孙肩膀割开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是因为你压时间才出的事，他是因为自己技术差才出的事儿。陈山，你少拿这种废人来充英雄，在我眼里，他就是一块不合格的零件，该报废就报废。周启明，你记住今天说的每一个字。货箱损坏多少钱？清单还没出，估计2、3万。山哥，你不用闭嘴，先去医院缝针。周站长说开除我了，我连账号都没了。他开除你，我收你，明天到雷霆重装报道。我技术真不行。技术不行可以学，但你记住，进了我的队，第一条规矩，命永远比单子贵。别哭了，跟山哥干，饿不死你。6分钟吊钢梁，这不是干活，这是杀人！在工人头上，平台一句话不担，一句话不说，这是杀人！陈山替人垫钱，周启明连问都不问，这就是区别。这身蓝工服谁爱谁穿，谁穿，不干了。
山哥，城南恒达精工急调单报价3800，我这儿也有，南港钢材市场2500，还标了加急。不止这些，后台一口气进了上百单，全是高价急调，最低的都1200。山哥，这一晚上干完10几万打底。兄弟们在外面歇了好几天了，腿都麻了，干吧！眼镜，把地址单独列出来，念给我听。红星3巷8号厂房12层急调模具。红星3巷全是老房，最高2层，哪来的12层？南港钢材市场 B 座电梯井急调电钉柜。露天钢材市场棚子都没几个，哪来的 B 座？哪来的电梯井？这客户名字是真的，定金都打过来了。客户是真的，地址是假的。有人拿真客户的名头挂假地址，等我们傻乎乎跑过去，扑空超时，一晚上白跑几十单，100%准时的招牌当场就废了。谁他妈这么阴？你说呢？全港口被我们抢了客户，丢了面子，恨不得我们死的，就一个人。周启明那孙子。那怎么办？100多单全部接，万一里头有真的呢？假地址跑一趟，油钱人工全赔进去，客户还以为我们放鸽子，他要的就是这个，让真客户觉得我们不靠谱，一招就把我们打回原形。山哥，给我5分钟，我查下单 IP 和支付通道，能追源头。查。别急，他想玩阴的，我们就教他什么叫降维打击。陈山，你那帮泥腿子要是今晚全跑出去，明天整个高端圈子都知道你雷霆重装是个笑话。查到了，127单，93单的下单 IP 集中在3个地址，全挂在周启明港站内望园。支付通道走的是第三方虚拟号，但注册手机有2个是港站行政机的副卡。我现在就去砸他办公室。坐下，砸了他，证据没了，我们还背个寻衅滋事。眼镜，截图全部存档 ，IP 记录导出来备份3份，剩下34单，地址念给我，我来筛。城东船机厂7号库，3吨冷静器一位。真的，那个库我去年调过压缩机。滨海路化工轩区甲醇罐体平移。真的，那个园区每年年底都要挪罐检修。山哥，你脑子里真装了整个港城？不是装的，是20年一脚一脚踩出来的。20单真的，今晚全部派出去，准时完成。107单假的，截图证据打包，明天送到每一个被冒名的客户老板手里，让他们自己看看谁在拿他们名头使坏。周启明想毁我们招牌，我让他亲手毁掉自己最后的信誉。所有车主注意，今晚只接我白板上左边的单，右边的一个不碰，15分钟内出发，每一单准时落钩，一单都不许出错。城东船机厂老轨带一组，3吨冷凝器，靠铁轨内侧进，库门朝西，别走东边绕。收到，出发。滨海路化工园区大飞带2组，甲醇矿体平移，园区西门进，保安姓冯，报我名字。收到。7号库，准时。化工园区，准时。南山码头，准时落钩。港东物流园，准时落钩。山哥，第18单完成，还剩2单，都在收尾。时间13分40秒，比你说的15分钟还快了1分多钟。好，等最后2单完成，把截图给我。山哥，20单全部准时完成，零延误，零损伤。假单证据我打了3个包，1份 IP 溯源，1份支付记录，1份地址比对，每一单假地址旁边我都标了真实情况。红星3巷2层平房，露天钢材市场无电梯井，一目了然。发我手机。陈山，这么晚什么事儿？王总，打扰了，问你一件事，今晚有没有人用海工集团名义给我们下过吊装单？没有，我们今晚没有任何急调需求。那就对了，今晚有人冒用您和10几家大客户的名义，伪造了100多单假吊装工单，发到我们平台上，地址全是编的，目的是让我们跑空超时砸招牌。谁干的 ？IP 源头在周启明港招内网，支付通道用的是港站行政机副卡，证据我已经打包了，随时可以发您看。发过来。
他用我海工集团的名字下假单。不止您一家，恒达精工、南港钢材、滨海化工10几家全被冒名了。陈山，这事儿我来处理，你把证据发到高端制造老板群里，我来牵头。王总，我不想搞得太难看，但客户有权知道谁在拿他们的信誉当工具。你不用客气，冒用我的名头搞鬼，这是当我死了。你发，我转发，明天我让每一个被冒名的老板都看到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20单针，107单价。我们公司的名字也在里面，荒唐！冒名造假，证据确凿，以后谁还敢跟这种人合作？我已经通知法务保留追诉权。周启明这种人还配搞吊装？冒用我公司名义下假单，我明天就让法务给他发函。别高兴太早，客户骂归骂，得让他们自己动手封，才算真封死。山哥，王总刚发了条消息，说要牵头搞联合声明，把咱们今晚20单的完成记录整理出来，准时率、设备状态、落钩照片全发群里，让他们看看同一个晚上谁在干活，谁在使阴招。收到。各位，证据大家都看了，周启明冒用我们10几家名义伪造工单 ，IP 指向他港站内网，铁证如山。我提议从今天起，所有成员单位终止与周启明港站的一切调专合作。同意。恒达精工即日起终止合作，已通知采购部。滨海化工同意。这种人留着，迟早出大事。李总，南港钢材同意。另外，我已经让法务准备函件了。市医院这边也终止。上次台风夜要不是陈山，我们800万设备就废了。周启明的系统连路都找不对。同意终止。另外，我把这件事同步给了平台总部客服投诉通道，让他们自己查。好，艾克王总好。从今天起，谁再用周启明，就是跟在座上的不国产胚，所有人过不去。刘总，今晚的事是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周站长，证据我都看了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采购部已经发了终止函，你找他们谈吧。周启明，高端客户群联合投诉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17家客户同时终止合作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经理，这是陈山故意。我不管谁故意的，你港站这个季度营收直接腰斩，高端客户全跑了，总部已经点名了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跨年夜之前，你要是拿不回大客户，就给我卷铺盖滚蛋！5000万对赌，这一单我必须抢回来。山哥，17家客户联合封杀，周启明这回算是彻底完了吧？完不了，被逼到墙角的人最危险。他还能翻出什么花样？狗急了会跳墙，人急了会赌命。他接下来一定会压一把大的。多大？大到他输不起，也大到他会拿别人的命去填。山哥，红色预警都发了，今晚谁还敢干活？放心，我研究过。台风天还接单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找死的是没准备还硬上。我们接，但只接有把握的活。你早上让我订的钢绳、浮筒、履带板全到了。山哥，那批东西花了不少钱，防水钢绳、应急浮筒、防滑垫，仓库都快塞满了。台风天没人开工，咱买来压仓库。这里江风最横，这里桥头最低，这里排水口堵了3年没人修，只要设备往江北走，半路就得死。那就让他们自己死呗，关咱什么事儿？活可以不接，人命不能当笑话看。今晚谁求到咱们头上，先问路，再问命。山哥，老板说剩下的重型钢缆全被咱包了，账面直接干出去20多万。万一今晚真没活呢？没活最好，钱能再赚，人没了就真没了。你这话听着像亏本买平安。干吊装的最该买的就是平安。周启明那边没动静，他被17家客户封了，现在只剩一条路。什么路？抢一单大的，赌赢翻身，赌输滚蛋。他会赌，他这种人不会认错，只会加码。他不敢拿自己的命赌，
就会拿工人的命赌。狗东西，上次把小孙逼成那样还不够？我记住了。上车，把装备拉回去。今晚所有人手机开机，对讲机充满电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接过江单。收到。风已经起来了，港区3号排水口开始倒灌。山哥，潮位快到警戒线了，比预报提前了20分钟。王总，陈山，出事了！周启明疯了，他抢了国际会展中心跨年新能源发布会设备进场单。真让你说中了。什么设备？我们现在所有的设备都滞留在江北仓库，主环、全息舞台、样车电池仓全在江北仓库。今晚必须进会展中心，发布会要是黄了，损失上亿。他走哪条线？跨江大桥。他跟会展中心签了对赌，迟到1分钟全扣，出了事赔5000万。5000万？大桥今晚不能走。我知道不能走，可他跟人说 AI 算过，15分钟能过河。AI 算的是晴天，不是台风夜的江风。陈山，你准备一下，我怕最后还得求到你这儿。我这边装备齐了，但规矩先说清，没把握的活我不接，拿工人命赌的活我不救场面子。我明白，那批设备要是进不了厂，发布会黄了，损失上亿。山哥，咱现在怎么办？等什么？等风把他的谎话吹破。要不要提前派车？不派。今晚不是抢快，是保命。所有车原地待命，装备装车，人吃热饭，等我口令。明白。台风夜过江，他这是拿人命给自己赌前程。站长，气象台刚更新的，今晚8点后江面阵风10级，大桥横风已经7级了。港务局建议所有跨江作业暂停。你的建议很好，但这里是命令。可大桥横风已经7级了，吊车过桥侧风面太大，很容易侧翻的。系统没提示封桥，就说明能走。执行吧。系统是根据历史数据算的，今晚的风不在历史数据。我问你，17家客户全跑了，这个季度营收腰斩。大区经理说跨年前拿不回大客户就让我滚蛋。你告诉我，除了这单，我还有什么？国际会展中心跨年新能源发布会，主屏、样车电池仓、全息舞台设备全在江北仓库，今晚必须进场。30万吊装费，干完这一单，高端客户看到我们能扛硬活，自然回来。30万不值得拿命赌。谁说拿命赌 ？AI 模型算过，15分钟过江足够。那是晴天模型。你是工头还是气象员？我让你组织人，不是让你跟我讨论天气。周站长，我把话说在前面。今晚发布会，省里有领导到场，主屏不亮，样车不到，整场作废，损失不是30万能兜的，所以我才来。30万吊装费，保证8点前设备全部进场。对赌条款你看清楚了，迟到1分钟，吊装费全扣。设备出任何问题，赔偿上限5000万。我签。你想清楚，今晚台风，运输公司全停了，你拿什么送？我港站还有30台吊装车，100多号人 ，AI 模型跑过，从江北仓库走跨江大桥到会展中心，15分钟。台风天15分钟？刘总，高风险才有高收益，这单我接了，出了事儿我兜。周站长，这单要是误了，5000万违约金一分不少。5000万违约金？你疯了！30万进账，高端客户回流，大区经理闭嘴，这笔账我算得过来。你算得过来？工人呢？台风天过江，吊车侧翻怎么办？钢链断裂怎么办？人掉下去怎么办？他们拿工资就该服从调度，可你赌的是他们的命。我赌的是所有人的饭碗。这单黄了，港站关门，你们谁都别想干了。
谁让你们装这些破烂的？站长，外面风都7级了，不装履带车轮打滑。打滑是你技术烂，关履带什么事儿？可台风天路面全是水，不装真会翻。防滑履带拖慢行驶速度20%，AI 模型算的是15分钟过江，你装上这玩意儿18分钟，超时3分钟，违约金谁赔？可不装会翻车。翻车是你操作问题，不是模型问题。听好了，今晚谁的车上出现防滑履带、加固钢喇、应急扶停，任何不在标准配置里的东西，当场开除，保证金不退。站长，吊装不是送快递，安全装备是保命的。保命？我保的是整个港站的命。今晚这单干不成，所有人明天一起滚蛋，你选。山哥，我刚从港站那边回来，听到消息了。说，周启明下了死命令，今晚所有吊装车禁止加装防滑履带，禁止带加固钢绳，谁装谁开除。台风天不装履带，那不是送死吗？他说防滑装备拖慢速度，影响 AI 时间模型，影响模型，人死了模型跑给谁看？山哥，那帮工人今晚真要光着车上桥？他不让装，工人不敢装，谁敢跟饭碗过不去？我以前也不敢。他说超时扣钱，我就拼命赶，结果钢梁砸下来，差点没命。所以你现在站在这儿，不在那儿。咱们的车履带板装了没有？全装了，防水钢链、浮筒、防滑带一样没落。好。过江单一律不接，一单都不接。今晚跨江大桥必封，周启明的 AI 算不出这个，我算得出。谁现在冲过去，就是往死路上跑。那他那边100多号人怎么办？我管不了他的人，但我能管住我的人。今晚雷霆重装所有车辆原地待命，没有我的口令，谁也不许动。山哥，你说桥会封，什么时候？10分钟。你咋这么肯定？潮位比预报提前了20分钟到警戒线，桥头排水口堵了3年，江峰一过8级，交警就会拉线，这3样凑在一起，不封才怪。7点半前必须上桥。7点半上桥？他是真想让人死在桥上？他要的是速度，不是人命。算法算得出时间，算不出风浪。10分钟后桥必封，我说的。现在等他的系统告诉他这个消息。站长，桥封了，交警拉线了，过不去。什么封了？系统显示道路畅通，你们是不是偷懒？我偷什么懒儿？你自己看监控，交警就在我面前，风能把人吹下桥。系统没有显示封桥，就说明能过。你给我想办法。怎么说？他说系统显示畅通，让我们想办法。畅通？他瞎了吧？交警都站那儿了，桥面积水都没过脚踝了，浪从江里往上拍，栏杆都在晃。工头，设备必须8点前到会展中心，现在离8点还有23分钟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桥封了，没法办。等风小了再等。5000万围军等得起吗？汽车，人工推设备箱过桥。你说什么？把设备箱卸下来，人工推过去。桥又没塌，人能走。那是几吨重的设备箱，台风天让人推着过桥，你要杀人！我要的是设备8点前到，怎么到你自己想。23分钟，够了。工头，他说啥？让我们推过去是不是？推过去，风把空车都能吹歪。推几吨的箱子，他想让我们死在桥上，凭什么？对赌合同是他签的，5000万是他赌的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按人头均分，100多号人，一人几十万，他凭什么？保证金都压在他手里，他说扣就扣。他让我们推设备过桥，风把挡板都吹江里了。5000万按人头均摊，谁退谁赔，他疯了。山哥，他们会不会真过去？
不会，人被逼到绝路就会醒。周启明以前罚5000，扣保证金，工人忍得住。今晚让人拿命去填5000万的窟窿，没人忍得的。可他们保证金还在周启明手里，怕他扣钱。钱和命摆在一块儿，选钱的人有，但不会是所有人。只要有一个人先退，后面全散。山哥，有人在骂了。5000万你自己签的，凭什么让我们拿命赔？老子不干了，开除就开除，总比死在桥上强。醒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周启明就该慌了。桥一封 ，AI 还在派单，可人一旦上桥，就不一定能回来。他到现在还信他那块屏幕，不信站在风里的人。山哥，有人退群了。这才刚开始。小孙的血还没干，他又要我们送死。老子先活着，再谈违约。 5000万他自己签的，凭什么让我们拿命还？做梦！工头，我保证金3万块，我爸卖粮食凑的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一群废物！ 一群劣质运力！没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刘总，我马上调人。不用了，你的人一个都没有了。我刚看了后台，周启明，你完了。 300人，一个不剩，痛快。周启明现在手里1台车都调不出来，那批设备还堵在桥头，那是他的事。区号是会展中心那边的。陈先生，我是国际会展中心项目负责人刘总。周启明完了，他一个人都调不出来了。发布会还有20分钟，省里领导已经入场，现在全城只有你能救这场发布会。刘总，路有。 但规矩也有。您说，谁惹的祸，让谁亲自来找我。你是说，让周启明来？对，让他来。山哥说得好，让那损子自己来求。山哥，我们真要救他。救的不是他，是桥头那批设备，是会场里等着的人，也是咱们山海尔的招牌。陈先生。 我求您了，发布会还有20分钟，省里领导都到了，主屏、样车、电池仓全堵在桥头，再不到场，我这边全完。桥封了，主桥不能走。我知道，周启明那边一个人都没有了，后台运力归零，现在全城只有你能救。现在知道找山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陈先生，价钱您开，30万不够，我再加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 那您说要什么？老军港下面有一条废弃货运隧道，能穿江。山哥，那条隧道还能走？能不能走，我说了算。普通导航没有 ，AI 也不知道。20年前我在里面调过军用锅炉，走隧道能赶上。或在桥头走隧道到江北，再从地下货运通道进会展中心。 陈先生，那就马上出发，我马上让人配合。刘总，我接的是设备，不是给周启明擦屁股。他害300工人差点上桥送信，他不低头，这活我不动。我明白，我马上联系他。痛快，就该让他跪着来。他当初怎么罚你，怎么黑10万保证金，今晚让他一口一口吐出来。可周启明要是不来呢？他会来。 5000万压在他脖子上，他不来就等死。周启明，你听清楚，陈山有路。什么路？他在哪儿？我马上让他出车。你现在没资格命令他。刘总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，
发布会误了，谁都担不起。担不起的是你，对赌合同是你签的，工人是你逼走的，桥头设备是你害赌的。我可以给钱，让陈山开价。他说了，不谈钱。那他想干什么？他要你亲自去求他。周启明，你只有18分钟，你不去，5000万违约金1分不少，法务已经在路上。他一个被我开除的吊装工，也配让我去求？现在能救你的，就这个被你开除的吊装工。他人在哪儿？港边老面馆，你马上去。记住，是求，不是命令。距离发布会正式开始还有18分钟。陈山，你一定得赶上。陈山，马上带你的人去桥头接设备。周站长，我们这些被你开除的低端工人干不了这种高端活。少跟我阴阳怪气！发布会还有10几分钟，设备必须到场。你不是说有路吗？立刻出车！你听听，求人还像派狗一样。我不是来求你们，我是给你们机会。我可以恢复你们账号，每人补1000。今晚这事儿翻篇儿。1000，你那5000万对赌就值1000。周启明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你闭嘴！我在跟陈山说话。你现在没资格让谁闭嘴。陈山，30万吊装费我分你一半，15万够你们这帮人喝多少汤了？周启明，你到现在还觉得钱能买回人心？我都说给钱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们缺钱，但我们不是不值钱。别装清高！当初你不就是为了10万保证金跟我闹翻？现在我给你15万，你马上去干活。小孙，怕他？以前怕，现在呢？现在不怕了。你一个事故工也敢在我面前装硬？当初要不是你操作违规，我会开除你。那天风速报警，是你逼我起吊，你自己废，怪我。陈山，你别忘了，发布会误了，刘总也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不去，就是见死不救。桥头那批设备我会救，会场里的人我也会救，但不是听你命令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你把话说清楚。说什么？说你怎么逼300工人台风夜过桥，说你怎么拿5000万对赌压他们的命，说你怎么扣我10万保证金，说你怎么把小孙说成劣质产能。现在没时间翻旧账。当初你罚我的时候有时间，扣我女儿学费的时候有时间，小孙流血的时候你有时间骂他废物，现在轮到你急了，你说没时间？周启明，你到陈山那儿了吗？还有15分钟，设备不到场，5000万违约金1分不少。刘总，我已经在谈，他要坐地起价。刘总，我在这儿，听得见。陈先生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场。周启明要是还敢命令你，你直接告诉我。他还没学会求人。周启明，听清楚，你现在不是站长，你是闯祸的人，你求不动陈山，法务马上找你。陈山，算我求你，行了吧？马上出车。算你求？你这叫求？以前你让山哥滚，现在你自己滚进来了，还端着？老鬼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！你黑山哥10万保证金的时候不过分，你让工人推几吨设备过桥的时候不过分。今晚桥上风能卷人下江，你知道吗？我按系统调度，系统显示能走。到现在，你还只会拿系统挡刀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把当初欠我们的账，一笔一笔说清楚。陈山，真要这样？马上说，说完
我出车，说不出来，你自己回瞧腿你的 AI 智能。第一笔，我断3根肋骨保住800万设备，你怎么罚我的？说，声音大点，让兄弟们都听见。说不出来，我帮你回忆。罚5000，开除账号永久封禁，10万保证金1分没退。那是你违规改线，系统路线是3号门。3号门水岸道驾驶室，水底有断钢轨。我那天要是听你的系统，800万设备连人带车翻进水沟。第二笔，小孙，风速报警你不让停，倒计时逼他起吊，钢梁砸下来，钢索割到骨头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他是劣质工人，你说事故跟平台无关，你说医药费自起。那天我跪在地上捡零件，满手是血。你电话里第一句话不是问我伤哪儿了，是问货损了多少。小孙，你当时说跑不到就是废物。第三笔，台风夜，桥封了，你逼300工人推几吨设备箱上桥，风能把人卷下江，你说谁敢退？5000万按人头均摊，那些工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，你拿他们的命填你的对赌。我是按系统调度，系统显示桥没封。系统显示没封，交警拉了线，浪抛到桥面上。你自己坐在办公室涮火锅的时候看不见。陈山，旧账翻完了吧？马上出车！你到底要我怎样？认，一笔一笔，当着兄弟们的面认。好，保证金不该扣，10万保证金不该扣。小孙的事儿，小孙是我逼他起吊，医药费不该让他自己出。桥上那300人，不该让他们上桥。不该，差点死人你就一句不该。陈山，山哥，我错了，求你出车。山哥，你配叫山哥？那你让我叫什么？山爷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我。喊得太轻，没听见。山爷，我错了。我们接这单，不是因为你求了，不是因为钱够了，是因为设备不能毁，会场里的人不能白等。雷霆重装集合，收到，随时能走。山哥，这地方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20年了，这隧道还能走？钢绳、浮土、履带板全部到位，我断后。好，后车间距不超过10厘米，前车停你就停，前车不动你不动。收到。山哥，我测过了，隧道里手机全没信号，强自改信号，对讲机能撑800米，再深就断。够了，800米一个中继点，你负责架设，前队和后队之间不能断联。没问题。山哥，我跟哪辆车？跟我。你护频频控制箱，那是最贵的，也是最不能出事的那个。别怕，跟紧我。这次我不怕了。今晚的路线说一遍，只说一遍。从这个口进隧道，穿江到江北出口，先去桥头抢设备，装完车走地下货运通道，直插会展中心后门。主干道呢？全瘫了，别想。那隧道里要是也塌了呢？我记得3条岔路，第一条左转通江北老码头，第2条右转是死路，15年前就塌了。第3条直行到出口，记住，第2条岔路口绝对不能右转。明白。陈先生，领导已经入座了，主持人在拖时间，你们到哪儿了？废弃军港2号门，马上进隧道。隧道？什么隧道？地图上没有这条路。地图上没有的路，不代表不存在。能到吗？能。
进了隧道，没信号，没导航，没有系统告诉你往哪儿走，全听我口令。我说停就停，我说走就走，谁都不许自作主张。命令只有一条，货要到，人也一个不能少。收到。进洞。信号没了，导航直接黑屏。正常，从这儿往里，什么系统都是废铁，全听我口令。地上全是废轨，沿左侧墙根走，轨道集中在中间和右侧，压上去就爆胎。山哥，你怎么知道轨道在哪儿？23年前我在这里面干过活，军用锅炉4吨半，从这个洞拖进去装船。那次吊完，我在里面走了3趟才把车开出来。3趟？第1趟压断轮毂，第2趟陷进泥里，第3趟才摸清哪条道能走。干这行，记不住路，就记不住命。山哥，第1个中继点架好了，前后队通信正常。好，报后队状态。后队全部跟上，间距8米，没掉队。保持。3条路，走哪条？左转。你确定？所有车吊臂再压低2档，头顶限高不到3米。后队第3台履带车打滑，右侧履带悬空，车身倾斜。停！全队停车！大飞，车倾斜多少？目测15度，右侧履带压到碎石堆上了，再滑就侧翻。车上有货没有？全系5台底座，1吨2。听好，钢缆挂左侧承重梁，不是挂车体，别硬拽，顺着水流方向慢拖，让履带自己咬回地面。左侧承重梁找到了，挂钢缆。山哥，你怎么连梁的位置都记得？当年吊锅炉的时候，钢链断过1次，就挂在那根梁上才没砸死人，差点要命的地方忘不了。继续走，后队加紧，时间不等人。你听什么？水声，前面积水在变深，但流速不对，水往我们这边倒灌，前面可能有堵点。完了，路断了。都别动，给我30秒。山哥，前面堵死了，倒车回去找别的路。水流不对。什么不对？塌方堵了前面，水应该往我们这边倒灌，但右侧的水在往墙里吸。吸？这后面有空腔。检修门，当年吊锅炉的时候，每隔200米有一道检修门通备用通道，这扇门后面能绕过塌方段接回主道。你记得？上次从这扇门进去是拖一根断裂的吊索，差点没出来，记不住才怪。门锈成这样，踹不开。门轴在左边，铰链3个，从下往上剪。门框卡死了，撬棍插门缝底部往上撬，门框变形是往下垂的，得反方向顶。通了！车能过，但吊臂必须全部收平，一台一台过。明白，别抢。山哥，你说你记得每一段路，可这条路20多年了，万一后面也塌了呢？有光，出口！别加速，出口可能有落差，慢过。全队出动，1台没少。后队最后1台出来了，货全在。牛逼，真他妈牛逼！桥头看到了吗？那些就是发布会的设备，全扔那儿了。周启明的人跑了，货没人管。以前我怕超时，现在我怕兄弟出事。
这就对了。全队加速到桥头集合，2人一组，核对编号。会展中心的货一件都不能少。山哥，主屏控制带外壳全湿了。外壳湿，内胆没进水，防潮卡是蓝的，能走。怎么看的？别慌，先看封条有没有破，再看防潮卡变没变色。卡变粉红就是进水了，蓝的就没事儿。记住，封条没破，卡是蓝的，那就能走。下一个，样车电池仓找到了，先装电池仓。拿防水布重新裹一层，加2道捆扎把固定，直接装车。收到。主屏控制台1件，样车电池仓1件，全息舞台支架2件，灯光柜3件，音响主机箱2件，备用线缆箱4件，一共13件。发货单上13件，对上了，1件不少。装车，电池仓上1号车，主屏上2号车，其余按重量分配，重的在底，轻的压顶。3分钟，装完走人。陈先生，领导已经入场了，主持人在暖场，最多撑12分钟。你到底到哪儿了？装车，你还没出发。刘总，货是周启明的人扔在雨里的，我得检查完才能走。毁了1件，你发布会也完。山哥，13件全部上车，1件没少，1件没磕。走，地下货运通道，主剑道给他们堵着，老路归我们。全队出发！山哥，前面水越来越深，已经过脚踝了。沿左侧墙走，右边地势低，有排水沟暗坑，陷进去拖不出来。收到，全队靠左。要是刚才走右边，没有钥匙。这条通道20年走没车，右边排水沟没盖板，掉下去车都捞不上来。山哥，限高2.8米，2号车主屏箱加上车板高度超了，过不去。2号车停，放气降悬挂，前后轮各放3成气，车身能压低10公分，吊臂收到底，平贴车顶。山哥，岔路，走哪边？右边，左边通老货场，死胡同，15年前就封了。老鬼，减速！山哥，水还在涨，我怕后面越涨越不能快。水里有什么你看不见？轮胎打滑一次，整条通道堵死。快不是乱冲，稳才是最快。操，水底下有东西！废铁轨枕木，慢过就行，硬冲会扎胎。后队报告，最后2台车后方涌水加剧，水快到车门了。大飞，用你的车横在后面挡水浪，别让涌浪冲进前车排气管。我断后。看到出口了！出口有坡，慢上，货不能晃。山哥，会展中心能看到了。陈先生，还有5分钟，主持人词快说完了。看得到你的楼了。后门进，我让人开门。山哥，门堵了。老鬼，下车，带家伙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后门不开放，走正门登记。发布会设备急件进场，没有系统预约，不能进。系统预约，你们发布会还有3分钟。那也得走流程，出了事谁负责？我负责。你再拦着的话，发布会现在就出事。老鬼，场馆西侧有条老设备通道，门从里面锁的。你还记得老吴头吗？吴电工，10年前给这场馆装过酷冰碎那个。陈山，你小子还活着呢。吴叔，今晚救急，借您这条道。我听老鬼说了，走这边，里面直通后台下货区，门槛高，吊臂压低点，别刮我上面网逃。1号车先进，吊臂全收，低速通过。老鬼开路，大飞断后。山哥，这城里真哪儿都有你熟人，少废话，进去再笑。
慢点，慢点！第3台吊架再压低1寸。到了，真到了！13件，1件没少，马上卸货。你告诉舞台总监，样车电池仓先进场，主线第2。倒计时3分钟不到了。够了。老鬼，1号车电池仓直接调进主舞台升降口。大飞，2号车主屏控制台跟在后面。小孙，你盯灯光控制柜，接电的事儿找吴叔配合。其余箱子眼镜调度，按编号进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历史性的一刻即将到来。电池仓到位，主镜跟上，主型到位。兄弟们，最后一钩，稳住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山哥，你听，亮了，真的亮了。陈先生，全城交通瘫了，桥封了，隧道断电，你们到底怎么过来的？靠人，靠手，不靠算法。30万吊装费，我现在就打。到了，真他妈到了！后队全到，车没毛病，人没毛病，辛苦了。13件设备全部签收，客户确认无损。这个你看一下。明年会展中心所有重装业务，加上新能源集团国巡展设备进场，保底5000万，只认你们雷霆重装，别家不考虑。刘总，合同我可以签，但有一条，安全条款写在第1页，极端天气，我的人有权拒单，不扣1分钱。你说什么条件都行，今晚这事让我想明白了，设备再贵不如人稳。那就签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合同，是兄弟们拿命跑出来的。发布会顺利结束，设备是陈山送到的，你的对赌违约，5000万一分不少。另外，刘总那边已经跟陈山签了长期合约，你的站明天开始提交审计。山哥，那个屏是我护过来的，记住这个感觉，以后每一单都这样干，稳稳落钩，一件不差。陈老板，从今天起只认你们雷霆重装。刘总，系统能派单，但兄弟能拖命，您找对人了。山哥，5000万的活够兄弟们吃几年了？别光想着吃，明天回去先把今晚的路线整理出来存档，以后新人进来得照着学。收到。坐。昨晚的事你应该清楚了，发布会正常举行，设备准时进场。刘总，我能解释，设备不是你送到的。周先生，根据你签署的对赌协议，乙方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设备进场，违约金5000万，一分不少。5000万。设备最终到了，发布会没耽误。设备是陈山的雷霆重装送达的，跟你的合同履约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的车队全部滞留桥头，没有一台抵达现场。是300工人临阵脱逃，我调度不动。调度不动。汽车人工推设备箱过桥，谁敢推，5000万违约金按人头均摊。7级横风，桥面积水，你让工人徒步推几吨重的设备箱过桥，这不叫调度，叫送死，那是应急措施。我们已经收到了当晚300名工人的退群记录和现场录音。你强迫工人在极端天气下冒险作业，涉嫌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规。我是按系统模型执行的。AI 显示畅通，桥封了 ，AI 显示15分钟到达，你一台车都没到。周站长，系统没逼你签5000万对赌，是你自己签的。另外，劳动监察部门已经介入，要求你就长期苛刻工人工资、保证金及强制冒险作业接受调查。你们要把我往死里整？不是我整你，是你签的每一份合同、扣的每一笔钱、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整你自己。监察部门要证据，咱们一笔一笔对。第一笔，我的10万保证金，台风夜保住800万设备，断3根肋骨。他罚5000，扣10万。第二笔，小孙，他把吊装时间压了5分钟，我为了赶倒计时，风速没稳就起吊，钢梁砸了，钢索割到我手臂。他打电话来，不问伤，只骂我影响准时率，当场开除，医药费自持。我这儿还有，他罚过一个工人设备情绪损耗费
3000块。设备有情绪，他脑子有病。我在他站干了2年，被扣了11次，有3次是系统定位漂移导致超时，他手动改成操作违规，罚款翻倍。我那次更离谱，设备签收后，客户自己磕了脚，他把赔偿算在我头上，4200。够了，这些东西交上去，让监察部门自己看。山哥，他扣了多少人的钱？不知道，但港站2年，几百号工人轮流进出，没一个不被扣过。山哥，我以前不敢说，现在说了就够了。老鬼，下午送到监察部门，当面递交，签回执。收到。不是系统吃人，是有人披着系统的皮吃人。这笔账该算清了。周启明，港站2年，累计向工人收取保证金472万，退还金额0。你解释一下。保证金是按平台规定收的，工人违规就不费，这是合同写明的。合同写的是重大违规不予退还。我们查了你后台记录，472万里有30%罚款理由是你手动添加的。这条设备情绪损耗费3000块，设备有情绪。这条路径偏离系统规划罚5000，扣保证金10万。当事人陈山，台风夜改线保住800万医疗设备，断了3根肋骨。你的系统规划路线当晚已经被积水淹没，系统路线是最优解，他私自更改就是违规。最优解？那条路水下有废钢轨，吊车过去必翻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看的是数据。那我们也看数据。2年，你手动修改罚款项目147次，每次修改都是把系统判定的异常免责改成操作违规，钱去哪儿了？站点运营有成本，你名下那辆车落地187万，全款。你年薪多少？经侦已经立案，你名下所有资产即日起依法冻结。他扣我4200，说客户磕了设备角是我的责任，客户自己签收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被扣了11次，3次是系统定位漂移，他改成操作违规。你不是喜欢数据吗？现在数据全是你的罪证。你们这帮人，要不是我给你们派单，你们连饭都吃不上。你给我们派单？你给我们派的是催命符。我的系统没有错 ，AI 模型是完美的，是你们这群低端工人执行不到位。陈山，你满意了？满意什么？我那3根肋骨长不回原样，小孙手臂上的疤也消不了。他们如果完全服从系统，我不可能输。人不是机器，你输不是因为系统不好，是因为你不懂这个。你觉得你赢了？离了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不是劣质工人，我是人。你说我是劣质产能那天，我钢索割到骨头，你连一句问都没有。以后我不会再怕你了。周启明，你名下房产、车辆、银行账户全部依法冻结，后续配合调查，不得离开本市。走，拿工具。别摸了，油漆还没干，回头印你一手。山哥，咱真有自己公司了。不是我的，是兄弟们的。山哥，我也有。桌上有你名字的那件。这身衣服比以前那件暖和。废话，以前那件是给耗材穿的，这件是给人穿的。下一步怎么干？先把人当人，再谈赚钱。山哥，王总和刘总到了，在楼下。请上来。陈山，你这牌面比我厂里开年会都整齐。陈老板，合同我们带来了，会展中心明年全年重装业务，加上新能源集团那边的设备进场，都在里边。合同先放一边，今天先立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山海的规矩。以后全程高危吊装，我们只认山海，能定这种规矩的队伍，信得过。陈老板，合同条款你提，我们配合。合同的事明天谈，今天这份规矩，兄弟们先看，有意见现在提，没意见签字画押，从今天起生效。山哥，我签了，就真是山海的人了。签了就是。
今天开业前规矩立完了，明天开始接单，山海重装稳稳落钩。陈老板，你们还招人吗？呵呵，山哥，生意上门了。招，但进门第一件事不是干活，是学规矩。昨天规矩大家都签了字，今天我把话掰开了说，说完你们心里有数，以后照着干。第一条，极端天气红色预警以上，任何人有权拒单，不扣钱，不记过，不追责。好。第二条，活可以晚，人必须回来，设备再贵没有命贵，谁要是逼兄弟赶倒计时出了事，我先追责逼人的那个。第三条，不搞末位淘汰，干得慢的带着学，犯了错的复盘改。谁要是拿排名羞辱人，我第一个撵他走。第四条，工人拿8成，公司留2成，这2成不进我口袋，全部拿来给兄弟们买医疗险、意外险，谁出事公司兜底，不让家里人扛。山哥，你把我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全说了。以前那套规矩是拿人命填报表，这套规矩才像人定的。山哥，我问一句，说，像我这种新人进来才几个月，也算兄弟吗？穿上这身衣服就是。我再说最后一句，我们不光赚富人的钱，也要争底层人的尊严。以前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日子过去了，从今天起，命比单贵，兄弟比报表重。山海重装，稳稳重装，稳稳落钩。你们搞错了，我是按系统规范执行的，每一笔罚款都有后台记录。周启明，你涉嫌职务侵占、克扣工人保证金、伪造考核数据，现在依法传唤，跟我们走。伪造？那是 AI 自动生成的考核结果。蒋主任，系统后台日记显示，3成以上罚款项目由你手动添加。走吧，到了再说。周站长，这是我们整理的扣款明细，37个工人，2年，一共被你多扣了86万，我已经交给调查组了。你们这是造反！不是造反，是留了证据。你每多扣1分钱，我们都记着。都是你们这些低端工人执行不到位，连累了老子。他到最后还觉得自己没错，他已经没有同理心了。山哥，我以前真怕他，现在不用怕了。不是怕他这个人，是怕那套东西，超时就罚，受伤自止，出事算你违规，穿着那身工服，连喘气都觉得是错的。他进去了，那些被他黑掉的保证金能退回来吗？经侦已经冻结了他名下资产，该退的会退。那你那10万呢？退不退都行。那10万买了今天这条路，不亏。山哥，说句难听的，他要是当初别那么狠，把你逼到断肋骨还罚钱，咱们可能还在他手底下干着呢。所以这事儿不是我赢了他，是他自己把路走绝了。陈老板，我们看到周启明被带走的消息了，我们几个从南港站出来的，想问一句，你们还招人吗？怎么着，那边也扛不住了？南港站学周启明那套，上个月开始末位淘汰，倒数3名直接清退。我们组一个老师傅被清了，干了19年，说清就清。但第一条，先学安全。山海的规矩，命比单贵，这条接受不了的，现在走。我们就是冲这句话来的。进来吧，山海不收耗材，只收人。阿姐，这单你主调，我跟车。路线说一遍。沿港西大道直插化工厂北门，系统算过，22分钟够。北门？最近。行，你定的，你负责，出发。山哥，北门那条路上午刚铺过沥青，还没干豆，重车过去会陷，你不拦一下？他得自己撞一回才记得住，老鬼跟着，出不了大事。怎么回事？沥青没干，我问你，出发前查过施工公告没有？没，系统路线没提示。系统不长眼睛，你长了。下车。山哥，北门沥青没干，车陷了，组件没损，人没事儿，预计延误40分钟。收到，先叫吊车把车拖出来，组件走东门绕进去。鬼哥，这单算我事故，该罚多少？你先把车弄出来再说罚的事儿。陈老板，组件延误40分钟，
客户投诉了，我愿意认罚。罚你有用吗？下次你还走北门吗？不会了。为什么不会？出发前应该查施工公告，不能光看系统路线。还有呢？化工厂4个门，北门最近，但那条路每年铺2次沥青，雨季前1次，秋天1次。东门绕3公里，但路基是水泥的，重车随便压。你要是提前问我一句，今天这40分钟就省了。鬼哥，我以为系统路线够用，系统告诉你哪条近，不告诉你哪条路没干。这东西长在干过活的人脑子里，不在屏幕上。今天不罚钱，但你回去把化工厂4个门的路况全跑一遍，明天交给我。是。错了就学，别拿命补。以前那套扣钱的规矩扣不出本事，只扣得出恐惧。山海不要怕犯错的人，要会改错的人。我以前也怕犯错，一出事儿就等着扣钱。后来山哥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。什么话？命比单贵。你记住这个，剩下的慢慢选。陈山，忙完了没有？刚复完盘，什么事儿？省重大工程指挥部要见你。省级的台风那晚的事儿传上去了，指挥部正在筛选长期应急吊装保障单位，以前只考虑大平台。周启明那事儿一出，上面开始重新想这个问题。想什么问题？到底是信系统还是信人？他们想跟你聊聊。山哥，这可是省级项目，省级也好，区也好，规矩不变，能谈就谈。要我们降标准换合同，不去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这一次不是一个厂，是省级应急保障。你要是能把山海的规矩带上去，整个行业都不一样了。行，我去。陈山，你的情况我们了解过了。台风夜穿军用隧道送设备进会展中心，18分钟完成深海泵吊装，这些我都看了材料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您问。山海重装满打满算20几个人，几台特种车，省级应急保障覆盖全省14个地市，台风、地震、洪涝、重大工程抢险，你们规模不大，凭什么接？平稳我们知道哪条路不能走，什么风速不能调，哪个厂区的门导航找不到，这些大平台也能做。他们有系统、有数据、有算法模型。我插一句，跨年发布会那晚全程瘫痪，其他公司的智能吊车堵在泥路上，系统还显示前方畅通。是陈山的人穿隧道把设备送进来的，一件没少。我是海工集团的王建国，我跟陈山合作半年多了，他们不便宜，但他们也稳。海工集团所有高危急调单交给以后，事故率是0。你有什么条件？合同可以签，但安全条款必须先签。什么意思？第一，极端天气现场指挥有权叫停作业，任何调度系统不得强制覆盖。第二，工人吃险，保障费用合同写死，不许事后扯皮。第三 ，AI 调度只做参考，最终起调落钩由现场师傅判断。陈山，你这不是在谈合同，你这是在给整个行业改规矩。规矩不改，还有千万个小孙会流血。小孙是谁？我队里一个年轻人，以前在其他站点被逼着台风天赶倒计时，钢索割到骨头，站长一句劣质工人就把他开了，医药费自食。这事儿不是个案，南港站上个月也开始学他那套末位淘汰。行业再不改，出大事是早晚的。